大家好，今天要介紹幾個跟程式碼區塊相關的外掛。如果你是程式設計師，或者被稱作是程序員、碼農的，或者是正在學習程式設計相關的內容，今天的外掛會很適合你。今天會介紹下面幾個外掛，第一個叫做 Code Customizer， 還有 Code Styler 以及 Code Block Tips， 最後再介紹 Keyshots。這幾個外掛其中要特別提的是 Keyshots。原來我以為 Keyshots 它就是跟 Code Editor Shortcuts 一樣，就是新增按鍵功能的一個外掛，但是其實讓我大感意外。它除了可以讓我們把按鍵設定成常用的 IDE 的按鍵以外，它也增加了其他許多的功能。首先，我們可以直接插入表格，它會有一個選擇的視窗，可以讓我們很方便的來操作它。同時，也可以很方便的來插入 Callout， 它也是会彈出一個 Callout 的視窗，讓我們來選用。還有程式碼區塊的視窗，可以讓我們選擇需要使用的語言。同時，它也提供了正则運算式的搜尋跟替代的視窗，就可以在它的視窗裡面來執行正则運算式的搜尋跟替代了。還有它有很方便的多重游標操作的方法，這一些功能都是 Keyshots 這一個外掛它自己就整個完整提供的。我們在後面再來詳細看一下 Keyshots 它的操作的方法。在正式介紹這一些外掛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功能展示。我現在在右邊的面板顯示出了同樣這個筆記的閱讀模式的內容。可以看到，在我左邊的實際預覽的模式裡面，在這邊有3個程式碼區塊。第一個程式碼區塊是一個 HTML 的內容，第二個是 CSS 的內容，第三個是 JavaScript 的內容。通常我們在做網頁的程式設計的時候，會有這3個不同的檔案類型來組合成一個完整的網頁。透過這 Code Block Tips 就可以把不同的程式碼給組合成在一個區域裡面，透過上面的頁籤直接來切換它的程式碼的區塊的內容，這樣子就可以在這個同一個區域裡面很快速的看到相關的檔案的內容。這個對於我們在學習網頁或者是相關類型的檔案的時候，就可以快速的做對比跟觀察它的相關性等等的這些內容。所以 Code Block Tips 可以達到一個非常好的觀看的效果。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程式碼區塊的美化的功能，介紹的有 Code Block Customizer跟 Code Styler 這2個外掛最近似乎一直在比賽，他們的功能一直推陳出新，然後都是非常類似的功能，各位可以擇一來使用就可以了。因為我使用 Code Block Customizer 的時間比較久，因此以下就使用 Code Block Customizer 來做介紹。只要安裝並且設定好以後，它就可以讓我們的程式碼區塊變得更加美觀。會有幾個可以設定的區域，在這邊先做一下說明。在這個程式碼區塊的最上面會有一個標題區，這個 header 的左邊可以來設定 header 的語言，還有這個程式碼區塊的檔名，它要使用的是什麼顏色，所以都可以使用 header language 跟 language color 來做這些設定。在這個標題的下面就是程式碼區塊的本體，這個就是透過 Code Block 設定來做調整。然後有一些特別的 highlight 的區域，就是在 Code Block 的 highlight colors 裡面可以來做設定。如果有除了 highlight 以外的顏色要特別去做強調，我們可以自己來定義一些 alternative 的 color。比如說我這邊設定了一個 arrow 的特別的顏色，可以直接讓它做不同顏色的呈現。所以除了 highlight 的 color 以外，也有可以自己制定的一個區域來顯示不同的顏色。最左邊的行號這個區域就稱作是 gutter， 那這個 gutter 我們也可以特別來設定要不要顯示行號，行號的顏色是什麼，然後我目前游標所在的行號的顏色是不是也要設不一樣，都可以透過這個 gutter 來做設定。最左邊 block 的區域有一個所謂的 Code Block Borders 可以來設定不同的顏色。這個 border 你可以設定在最左邊或者是最右邊都可以。同時Code Block Customizer 也提供了一個折疊程式碼的功能，只要在標題點一下，它就會做一個折疊的動作。折疊的動作預設它會把所有的 Code Block 這整個Code Block 的區域都隱藏起來，但是我們也可以在 Code Block 裡面找到一個所謂的 semi-fold， 就是半折疊的這個設定。如果我們把它啟用起來，就可以指定當我點擊了這個標題以後，它會折疊成幾行，預設是5行，所以我到時候如果點了這個折疊，它就會只顯示5行，其他的全部藏起來。這個就是所謂的半折疊，這一些通通都是可以在 Code Block Customizer 的設定畫面裡面來做設定的。來看一下它的設定畫面。
這個就是它的設定畫面。首先我要先選擇你要使用的主題，那因為我們會調整後面的設定，上面這兩個是它預設的主題，這兩個主題是沒有辦法做修改的，因此我們就在這個下面這個 Create Your Theme 裡面輸入你主題的名稱，比如說我這邊輸入一個 New， 然後點擊右邊的加號，上面這個 Theme 就會變成是新增加的主題了。到時候你在這邊做了任何修改，就可以點擊這個儲存的圖示。那請各位要把自己的設定記得要定時的儲存到你自己的主題裡面，到時候重新啟動 Obsidian 的時候，這些設定才不會消失。CodeBlock Customizer 它的設定有非常多，從這邊各位可以逐項逐一的來檢查每一個設定，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啟用某一些功能。因為這個設定非常簡單，請各位自行逐一的來做設定就可以了。下面來介紹 CodeBlock Tabs 它的基本使用的方法。原先在它網站上面，在語言的後面必須使用大括號，然後 title 冒號檔名。但是實際上今天在使用的時候，這一個內容其實是可以不用輸入的，一樣在閱讀模式下面都會根據鄰近的這些程式碼區塊，它都會幫你做顯示。但是要先把你要顯示的這一些程式語言給指定好。我們進來看一下。進入它的設定畫面，希望能夠变成是分頁式顯示的語言，必須逐一的輸入。輸入進來以後，你只要把這些程式碼區塊放在相鄰近的區域，它自己就會變成是分頁式的呈現。最後要介紹這個 Keyshots 外掛，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可以讓我們把快捷鍵的設定，把它給設定程式設計人員一般使用的 IDE 的按鍵。它目前支援的 IDE 有下面這幾種，第一個就是 JetBrains 的 IDE， 包括了 IntelliJ IDEA、WebStorm、PyCharm 等等等，所有 JetBrains 家族的所有 IDE 都可以使用的按鍵的方法。第二個就是 VS Code 的按鍵方法，第三個是 Visual Studio 的按鍵的方法。除了這三個 IDE 以外，Keyshots 也自己有新增了一些他自己設定的按鍵，只要設定好以後，就可以開啟快捷鍵的視窗來搜尋 Keyshots， 來看看它到底提供了哪一些按鍵。我們直接進入快捷鍵設定視窗，再輸入 Keyshots， 這些 Keyshots 冒號開頭的所有按鍵就是可以使用的按鍵，有非常非常多。這個也請各位自行根據這個功能的描述，自行來做一些測試。我只說明幾個我常用的幾個按鍵。那下面這個特別提供出來的 JetBrains 的常用按鍵是在它的設定畫面裡面下方，它直接提供的功能，可以直接按2個 Ctrl 開啟命令面板，連接着按2次 Ctrl， 它就會彈出命令面板。以前我們是必須按 Ctrl P， 那或者是連按2個 Shift 會開出快速切換視窗，這個接着就可以找需要的檔名了。這個就是它額外提供的 JetBrains 的按鍵，因為它是獨立在所有 IDE 的設定外面，所以你只要把它啟用起來了，即使你使用的 IDE 不是選擇 JetBrains， 也可以使用2個 Ctrl 或者是2個 Shift。另外 JetBrains 很常用的選擇區域的按鍵是 Ctrl W， 複製一個區域或者是一行的按鍵是 Ctrl D。這個就是各位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自己來做設定。Keyshots 其他的按鍵我這邊列了幾個。第一個，它可以使用 Alt、Shift 跟 T 來插入表格，在這邊試一下，按一下 Alt、Shift、T。它會出現一個視窗，在這邊就可以變更它的列數跟它的行數，然後再點擊 Insert Table， 它就會根據輸入的數字產生出需要的表格。可以直接插入 Callout 的對話窗，這邊是設定成 Ctrl Shift 跟 C， 它就會彈出一個 Callout 的視窗，就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來點擊，它就會馬上產生出來了。這個是直接插入 Callout 的視窗，然後 Ctrl Alt H 呢是正則運算式的替換的對話窗。這邊就可以輸入正則運算式，然後把它變更成什麼，然後它右邊有一個 Preview 的畫面，可以讓你來做觀察。如果你輸入好沒有問題以後呢，就點擊，它就會針對你目前這個筆記直接執行正則運算式的替換。這個搜尋也是一樣，只是把這個替代變成了是搜尋。然後你也可以直接點擊一個按鍵，直接進入全螢幕的專心模式，點擊一下 Ctrl Alt 跟 F。
它會把 Obsidian 呢放到最大，同時把左邊側邊欄、右邊側邊欄全部都隱藏起來。那我再按一次 Ctrl+Alt+F 把它切換回來。這個時候其實它的側邊欄它沒有再幫你打開，就需要自己再去把它給點擊出來。還有它可以選擇所謂的這個 All Word Instance， 就是你只要選了某個文字以後，然後點擊了它這個按鍵，它就會把所有筆記裡面的這一個關鍵字全部標示出來，同時進入多重游標的模式，可以來測試一下這個 Keyshots。現在選取了 Keyshots 了，然後再點擊它的這個按鍵 Ctrl+Alt+Shift+J， 這個按鍵有點複雜，如果各位經常用的話，可以自己去把這個按鍵改得簡單一點。這個時候我們看好像沒有什麼變化，可我們移動一下畫面，可以看到所有有 Keyshots 這個關鍵字的地方都會出現一個游標。我們可以往上看，這邊也有一個游標，上面全部 Keyshots 的後面都有一個游標。這個時候就可以來做多重游標的操作了。比如說我按往右，可以看到這個相同的 Keyshots 就會變成是你修改過的內容。我再把它改回來，然後按 Escape 脫離多重游標的模式，那這個就是很方便，可以把筆記裡面的同一個 Word 做一些特別的操作。然後這個 Ctrl+Alt+Shift+K 就是 Multi Word， 其實功能跟這個 All Word Instance 是很類似，只是下面這個 Multi 你必須要自己多按幾次按鍵，它才會一個一個的選擇出這個文字。比如說我們現在選擇 Keyshots， 然後按一下它提供的這個 Hotkey， 這個時候就把下面一個選取起來。如果再按一次，它會再選第三個，這三個進入了多重游標的狀態。因為 Keyshots 事實上還有非常多的按鍵，請各位根據自己的需要再去做測試。以上就是今天介紹給大家的在程式碼區塊跟 IDE 按鍵的整合的外掛，希望對各位在操作 Obsidian 上能夠帶來更大的便利。如果你覺得我介紹的 Obsidian 技巧對於你在使用上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並且透過超級感謝來資助我做好以後的影片。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